各位老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岁月安心站，我是张良平。咱们这个站是专为中老朋友搭建的小天地，聊聊如何把日子过得更踏实、更有味，里边常有不少实用又惊喜的小门道。如果您还没关注，欢迎点个关注，再按个赞，这样下次有新的分享，您就能及时收到，不会错过。今天想请大家回家后，都翻翻家里的存钱罐或老抽屉，因为里面可能藏着这几年身价悄悄翻上千倍的小宝贝，千万别把它们当普通零钱花掉，更别瞧不上眼。只要找到我说的那3枚硬币，您很可能就碰上了被忽略的宝贝，尤其其中1枚品相好的话，现在的价钱可能让您大吃一惊。很多人觉得硬币就是零钱，顶多值几十块，但在钱币收藏世界里，门道可深了，内行人看的是年份、版别和品相。有些1块5毛的硬币，实际价值早已远超面值。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觉得张良平的分享实在，能给你提个醒，那我可得跟你求个支持了。动动手指，给咱们岁月安心站点个关注，再按一下那个点赞按钮。你的每次点赞和关注，都是我坚持给大家做干货分享的最大动力。今天，我就把这些门道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您可以拿本子记一下，或收藏这段内容，方便回看。咱们要找的这第1号宝藏，可是个重量级选手，民国38年的5角硬币。大家耳朵竖起来听仔细咯，是民国38年，换算成公历就是1949年，面额是5角，也就是5毛钱。但是此5角非比5角，咱们现在用的那种金灿灿、轻飘飘的5毛，那是铜做的。而民国38年这个5角，它是银白色的。为啥说它是宝藏？因为它肚子里有货，它是真的含银的。这里头有段历史，当年国民政府刚到台湾不久，为了稳定局面，改革了币制，发行了新台币。这一批5角硬币里面足足加了 72% 的银。你想想，银子本身就是贵金属，是有底子价值的。所以如果你家真有这么1枚，把它放在手心里掂量一下，你会感觉它比现在的硬币沉得多，有一种很实在的压手感，这就是真材实料。除了掂重量，还有个简单的辨别小方法，就是听声。你可以用这枚硬币轻轻在桌角敲一下，或者拿2枚互相碰一碰。含银的硬币发出的声音是那种非常清脆、悠长的铮铮声，有点像小银铃，余音能响一会儿。而普通的铜币或者镍币，声音是噗噗的，比较闷、短促，一听就不一样。这枚硬币的正面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背面刻的是台湾地图和一幅耕牛图，充满了古早的韵味。它为什么这么值钱？除了本身含银，最关键的一点是存世量非常稀少。你回想一下那个年代，大家生活多不容易，有点钱赶紧买米买油了，谁会把5毛钱藏起来不花？再加上后来金属价格涨了，很多人知道这里面含银，干脆把它熔了，去打戒指、打项链，这就导致能完好保存到今天的少之又少。收藏界有句老话，物以稀为贵，这是铁律。现在市面上1枚流通过的，看起来有使用痕迹的民国38年5角，如果品相一般，收购价大概在几百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是那种当年生产出来就没流通过，完全全新的，那就是另一个天地的价钱了。在收藏领域，我们通常将这种品相称为原光币，指的是硬币表面完好的保留了出厂时的金属质感，呈现出细腻的旋转光泽，整体状态亮泽如新。若您手中的硬币具备这一特征，确实值得关注。根据当前的市场情况，此类品相完好的钱币在交流中往往受到较高认可，其价值也可能相应提升。你算算，从5毛的面值到这个数，翻了多少倍？这可比你把钱单纯存在银行里生利息要划算得多。所以啊，看完咱们今天这段，赶紧去你阿公阿嬷留下的旧饼干盒、老衣柜里找找看，惊喜可能就在里面睡着呢。接下来，咱们说说的2号宝藏，这枚硬币，大家找到的可能性就高多了，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身价也不错。这就是民国55年的1元硬币，也就是国父100年诞辰纪念币。你现在钱包里的1块钱，大部分都是民国70年代以后发行的，图案看久了都一个样。但这枚民国55年的1元硬币，在形制上显得较为特殊，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样式有所不同。它的正面是国父孙中山的侧面头像，
背面清清楚楚写着国父100年诞辰纪念这几个字。它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特别发行的，虽然不含银，但纪念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年头也够老了。这枚硬币当年的铸造数量，从历史资料来看，其实并未达到特别稀少的程度。但坏就坏在，因为它长得和普通1块钱不太一样，很多人不认识，就把它混在零钱里花掉了，或者不知丢哪儿去了。时间一长，能留下来的也就不多了，尤其是那些保存的跟新的一样的，更是凤毛麟角。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收藏这枚硬币，品相是生命线，如果是磨损的厉害，字迹都模糊了的，那价值可能就有限，大概就值个几十块钱。但如果是品相上好，看起来还新崭新的，那一枚卖到100块以上是很有可能的。虽然比不上刚才说的五角银币那么豪横，但你想想，从1块钱变成100块，这也是100倍的成长啊！而且这种硬币，很多家庭的老零钱罐里可能都有，只是你没特意去分辨。我建议大家以后买菜找零，或者整理家里散钱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只要看到是民国55年的，图案是这种特殊设计的，就顺手把它单独剪出来放好，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错的零花钱。而且啊，这东西留着，以后给孙子孙女看看，跟他们讲讲这是纪念谁。为什么纪念？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故事传承，比单纯给个玩具更有意义。这第3号宝藏就比较考验大家的眼力劲了，它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年份，而是指一类特殊的硬币。我们行内话叫变体币，也有人叫错版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造币厂生产的时候，机器偶尔出点小故障，或者模具有点问题，造出了一批不太正常的硬币。按理说，这种瑕疵品在制检时就应该被挑出来销毁，但总有那么些漏网之鱼，稀里糊涂就流到了市面上。这种美丽的错误，在收藏家眼里，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宝贝。比如说，你拿起一枚硬币，发现上面的图案印歪了，没在正中间，这叫偏打，偏得越离谱，通常越值钱。或者，你发现硬币边缘多出来一小块，像是多长了块肉，这叫多肉。还有一种更罕见的，就是硬币正反两面的图案方向不对劲。正常情况，我们把硬币像翻书一样翻过来，图案应该是正的。但如果你翻过来发现背面的图案倒了，或者转了90度，这叫逆背。这种逆背币非常少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我就听说过一枚偏打得非常严重的硬币，在拍卖会上争抢激烈，最后拍出了好几万的高价。所以啊，大家以后数零钱整理硬币的时候，千万别怕麻烦，每一枚都稍微仔细瞅两眼。要是看到哪枚长得怪模怪样的，千万别以为是假币就随手扔了，那搞不好是财神爷给你递了张金色名片，可得好好收着。除了这3种，其实还有一些特定年份、特定版别的硬币，或者一些早期发行的纪念币，也都有各自的收藏价值。但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只要你牢牢记住我刚才说的这3点，基本上就能把家里隐藏的大部分财富给挖掘出来了。这时候，估计有朋友要问了，梁平啊，我要是真找到了这些旧硬币，看着脏兮兮的，是不是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的，这样才好卖个好价钱？这里要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洗。重要的事情说3遍，这是很多新手朋友最容易踩的坑。好心办了坏事，在收藏界，硬币表面那层看起来黑旧，甚至有点锈迹的东西，我们叫它包浆。这是硬币在几十年流通和存放中自然形成的氧化层，是它岁月身份的证明，是真品的身份证。很多老藏家买东西，爱的就是这层自然的包浆。如果你用牙刷拼命刷，用醋或者洗银水去泡，把这层包浆洗掉了，硬币看起来是白了、亮了，但那种光是一种呆板的死光，显得很假，我们管这叫洗白币。这种币在行家眼里等于被破坏了，价值会大打折扣，原本能卖2000的，洗完可能200都没人要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管它多脏多旧，哪怕有绿锈，都保持原状，这就是最好的保护。你可以去文具店或者网上买那种专门存放硬币的小圆塑料盒，或者纸质硬币夹，把它轻轻放进去，避免继续磕碰和氧化，也隔绝手上的汗水和油污，这就足够了。说到保存，
还得再啰嗦几句贴心话。咱们这个地方气候潮湿，特别是住在海边或者盆地的朋友，家里东西很容易发霉。硬币是金属，最怕的就是潮湿。你要是随手把它丢在抽屉角落，时间一长，它可能会长出非常难看的锈斑。这种锈是恶性锈，会腐蚀硬币的底板，把币面都啃坏，那就真的毁了一枚好币了。所以防潮是关键。家里如果有存放相机镜头的防潮箱，那是最好的。把装好盒的硬币放进去，把湿度设置在 45% 到 50% 左右，非常安全。如果没有防潮箱，也有便宜的办法，找个密封性好的乐扣盒或者玻璃罐，里面放上几包干燥剂。干燥剂哪里来？咱们平时吃海苔、零食或者药品里都有那种小袋子，别扔，收集起来放进去就行。记得干燥剂吸饱水汽后会变色、结块，要及时更换。还有，拿取硬币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手直接去捏币的正面和背面，因为我们手上的汗水和油脂一旦沾上去，时间久了就会留下洗不掉的指纹印，特别难看。正确的方法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硬币的厚度边缘，也就是它侧面的那一圈。或者你可以去药店买一副白色的棉纱手套，很便宜，戴着手套拿取，那就万无一失了。对待这些老物件，得像对待小婴儿一样细心呵护，他们才能把那份历经岁月沉淀下来的价值，完好的交到你手里。好了，硬币找到了，也保存妥当了。接下来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去哪儿卖？怎么变现？总不能真拿去买菜吧？给大家指几条靠谱的路子。第一条路是去各地的邮币卡市场或者古玩市场的钱币店铺，像一些大城市都有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可以带着你的宝贝去给店里的老板看看，让他给你估个价。这种方式最直接，谈好价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马上就能落袋为安。但是咱心里得有个数，开店老板也是生意人，他收了你的东西，得留着利润空间再卖出去，所以他给出的收购价一般会比市场流通价低一些，这是行规，咱们要理解。比如市场价能卖2000的币，他可能出1200到1500收。如果你不想被砍得太狠，去之前最好自己先做功课，上网查查类似品项的大概行情，心里有个底，和老板交流起来也有底气。第二条路就是上网交易。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一些大型的二手交易平台或者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钱币收藏的专门社群、论坛，你可以申请加入，然后把你的硬币拍几张清晰的照片，注意一定要拍清楚，正面、背面、边齿如果有，特别是如果有瑕疵或者特殊的地方，要给特写，发到群里问问大家的意见，或者直接标个价出售。在网上卖的好处是，你有可能直接遇到真正的收藏爱好者，少了中间商，成交价可能会比卖给店铺理想，但缺点也有，比如沟通成本高，对方可能对品项吹毛求疵，或者邮寄过程中有丢失风险。所以我建议，如果是网上交易，尤其是价值比较高的硬币，尽量选择同城当面交易，约在地铁站、商场、便利店这种人流量大、有监控的公共场所，双方当面看清楚，钱货两清，这样最公平、最安全。第三种情况，如果你手里的硬币非常特别，疑似极其稀少的版别，或者是品相顶级，价值可能高达数万甚至更多的大珍品，那上面这些常规渠道可能就不太够用了。你可以考虑送去专业评级。什么是评级？就是把它邮寄给国际上公认的、权威的硬币鉴定评级公司，比如美国的 PCGS 或者 NGC， 他们会用专业设备鉴定真伪，评估品相，打出一个分数，比如 MS65， 代表65分精选未流通，然后把它密封在一个特制的硬塑料盒里。这个盒子就像它的国际护照，有了它，这枚硬币的身份、品相就有了全球认可的保障，价值通常会显著提升，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更容易交易。当然，送评需要费用和等待时间，对于普通几百几千块的硬币，可能不太划算，这个要根据你宝贝的实际价值来决定。在这里，必须多叮嘱各位老朋友一句，行走在任何收藏相关的领域，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你去卖东西，遇到那种一上来就拼命贬低你的东西，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是假的，品相垃圾，但最后又勉为其难，说愿意出个几十百把块帮你处理掉的人，你一定要警惕，
这很可能是一种压价的套路，想用极低的价格骗走你的好东西。真正的行家会客观地跟你分析品项和市场价格区间。记住，货比三家不吃亏，多问几个人总没错。反过来，如果你是听了今天的话，对钱币收藏产生了兴趣，想买几枚来玩玩、学习，那也要小心。现在市面上假币、高仿币也不少，有些做的足以乱真。新手入门，千万不要有捡大漏的贪便宜心理，看到价格低的离谱的，99%有问题。最好是找信誉好的老店，或者直接购买那些有评级和封装的币，虽然价格贵一点，但买的是个放心和保障。咱们的养老钱、辛苦钱，每一分都来得不容易，可不能让他们打了水漂。说到这啊，想跟各位老朋友聊聊心里话。其实玩钱币收藏、赚钱、升值只是一个方面的乐趣，对我来说，更迷人的是那个寻宝的过程和触摸历史温度的感觉。你看那一枚小小的硬币，它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从一个人的掌心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掌心。他也许见证过阿公早起劳作换回一袋米，也许陪伴过阿嬷在街角的干仔店买过一包糖。它本身就是我们生活变迁的一个小缩影。当你拿着这样一枚硬币，跟晚辈们讲，你看，这是爷爷奶奶小时候用的钱，那时候5毛钱能买一碗实实在在的阳春面呢。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让他们知道生活的来之不易，懂得珍惜当下。这份情感的连接和记忆的传承，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从家里翻出值钱的硬币，都不要失望。哪怕只是一枚普通的、年份久远的1块钱，只要你把它收好了，那就是留住了一段时光，守住了一份念想。我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如果没事，不妨动员全家来一次老物件寻宝大扫除，把家里的老相册、旧衣柜、床底下的铁盒子都翻出来，一边整理一边回忆，其乐融融。说不定在哪个遗忘的角落，就静静地躺着一枚银光微闪的民国38年五角，等待着与你的重逢。就算没找到硬币，翻出些老邮票、旧粮票、过去的电影票根，那也是充满趣味的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喜欢复古风吗？这些老物件在他们眼里可是很潮的。你可以把它们整理成册，在旁边写上几句说明，什么时候的，哪里来的，这就是你们家独一无二的传家宝，比什么都珍贵。最后，咱们再一起复习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大家心里有个谱。第1号宝藏，1949年民国38年五角银币，银白色，手感沉，声音清脆，图案为孙中山项羽台湾地图耕牛图，此为今日潜力最大的头彩。第2号宝藏，1966年民国55年1元纪念币，正面为国父侧面像，背面有国父100年诞辰纪念字样，存世量较多，但品相好的依然价值不俗。第3号宝藏，各类异形变体币，如图案硬歪偏打，多出1块多肉，正反面方向不一致逆背等，这些属于意外之喜，全凭细心留意。重要原则，找到后勿清洗刷擦，用专用小盒或纸夹保存并防潮，拿取时捏边或戴手套。出售建议多比价，或通过社群交流，特别珍贵的可送专业评级。生活处处有惊喜，保持好奇与学习的心，就能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岁月安心站，愿继续像老朋友一样，与大家分享实用的生活智慧，让晚年既安心，也有小确幸。若你觉得今天聊的内容有所启发，欢迎点赞并分享给老伴、老友或社群，邀大家一起回家寻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果你在寻找过程中发现可疑的宝贝或存在疑问，也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会认真查看每一条留言。虽然无法隔着屏幕100%鉴定真伪，但很愿意凭经验为你分析，出主意。交流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我是岁月安心站的张良平，一个只想和大家说说真话，分享实在知识的老朋友。记得关注我们，下期内容更新时你就能及时看到。祝各位老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咱们下期再会。